皇后也在。皇上吉祥。起来吧。是。儿子给皇额娘请安。皇额娘的身子今日可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地气湿了，快起来坐。叫你来，是要嘱咐你一件事。儿子尽听皇额娘吩咐。听说婉嫔有孕，皇帝碍于天象之说，不敢接她回宫。此事干系后宫，儿子不敢妄自定夺，更担心皇额娘的安康。皇额娘年纪大了，身子不好，有什么事比你的皇嗣更重要呢？皇后，你说是吗？是。哀家觉得微月宴冲月不是要紧事，哀家和皇后福泽身后，自然不怕。可是皇帝，你知道吗？四阿哥差点被人毒害，吓得他一直不敢回宫，只能住在哀家宫里，由哀家看护。若是婉嫔的孩子再有什么差错，哀家和皇帝容不得他。儿子想即刻迎婉嫔回宫。真是好福气啊！皇上去过一次，他便有了，恐怕要羡煞宫里很多姐妹了。只是那时甄氏被废去妃位，按理说是等同废妃，这些宫里上下无人不知，且祖制并无废妃重回后宫之例。位分可废，便可封，如此，朕重新册封于他便是。如此大的动静，只怕外头言官议论。皇额娘，婉嫔怀的是皇家子嗣，总不能让她在荒山野地里晾着，理应接回宫静养才是。如何迎回，何时迎回，你是皇帝，你做主便是了。只是哀家自知病重，不能照顾四阿哥太久，希望皇帝替他安排一位养母，别让这孩子孤苦无依，如惊弓之鸟。儿子明白。你还要记得，哪怕婉嫔有了子嗣，你也不能过于宠爱她，让她再恃宠生骄。哀家想，皇后也不会反对吧？甄妹妹可以回宫，自然是好啊。臣妾也怪想她的。这鹅里掌中香的制法可不一般，先称沉香末1两，檀香末1钱，然后再将鹅梨去了中间的瓤核，将香末倒进去，再将鹅梨顶继续盖好，然后用这个小银瓮把这个盛好，放在火上蒸3、6，蒸好了过来告诉我。是。哦，不知皇后娘娘大驾光临，臣妾未曾远迎，还望娘娘恕罪。起来吧。是。本宫只是来看你如何制香，没有叫人通传，自个儿便进来了。皇后娘娘需要什么熏香，您着下人过来通报一声，臣妾亲自给您送过去便是了。只怕下人们说不清道不明，让你摸不着头，治不出来不说，倒把自己熏倒了。臣妾愚笨，还请娘娘明示。皇上执意要接婉嫔入宫，你有什么香可以使皇上回心转意？臣妾无能，不知皇后娘娘有何打算？能有什么打算？皇上一定要让她回宫，本宫让她回宫便是，在眼皮子底下，总比在看不见的地方让人放心吧。前日臣妾和你说要为婉嫔新建宫殿的事情，可以定夺？不提这事儿便罢，一提这事儿叫人生气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今日朕在前朝把此事一提，这众大臣就跟商量好了似的，全都跳出来反对。说什么
西南水灾，国库吃紧。为了迎一个妃子入宫，便大兴土木，只恐民心失稳，小题大做。大臣们向来如此，总是小题大做。皇上自己拿主意便是了。群臣反对，此事硬做一时不妥。朕已经想好了，让内务府把永寿宫整修出来，谅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。这样也好，只要婉嫔不觉得委屈就好了。不过让他们这么一提，朕倒觉得此事还得再下点别的功夫。他们反对朕迎废妃入宫，不外是说甄氏是罪臣之女，汉军旗下五旗出身，出身既不高贵，又不曾诞育皇子，就连府中的孩子也未知男女。如此种种，看来眼下的确不宜接婉嫔回宫。那不如……朕心已决，即使汉军旗下五旗出身，朕就给他抬起，升为满军旗上3旗，赐大姓钮祜禄氏。此事皇上可要三思啊！皇上若要赏甄氏脸面，要赐姓，可以在甄姓的后面加一家字，抬为甄家氏即可呀。赐姓之后，便不再是罪臣甄远道之女了。既无皇子，后宫里有的是没有额娘的阿哥。皇上是指四阿哥，可是四阿哥出身微贱。正因为出身微贱，所以才需要一个有身份的额娘。从今往后，四阿哥的生母便不再是宫女儿李金贵了，而是朕的妃子钮祜禄甄嬛。可是婉嫔才22岁，跟四阿哥他只差了7岁，怎么能做四阿哥的额娘呢？这事不难，就当嬛嬛是生了四阿哥，才离宫为国祈福，这样便不算是废妃。年龄的事更是小事，就是添上10岁，称作32岁，又有何妨？皇上执意如此，臣妾也无法了，只是怕堵不住那悠悠之口。人言何所畏惧？他们愿意议论也好，不愿意也罢，朕已决意要给嬛嬛妃位。这个婉字不好，为了从前的事生出许多风波来，朕要给他改个封号。往事暗沉不可追，来日之路光明灿烂，就取个熙字，为光明灿烂之意，如何？臣妾觉得极好。宫中一切都已打点妥当，不日就能接娘娘回宫了。皇上说要封娘娘为熹妃，驻永寿宫，还让您抚养四阿哥呢。四阿哥？是啊，娘娘原本是废妃，要回宫，外头闲话极多，未必嫌疑。皇上赐娘娘绣钮祜禄氏，假称为四阿哥的生母，就连岁数都加了10岁，成32岁。32？我们娘子怎么像32岁呢？当然不像了，那是为了掩人口实罢了，省得再有闲话。这些都是小事，皇上做主，自然是好的。皇上还说，娘娘住在凌云峰太不像样了，还得委屈娘娘至甘露寺暂住几日，再从甘露寺接回娘娘。皇上安排就是，谅那甘露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。如今再回去，甘露寺那起子小人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的，想想就觉得痛快。哼！娘子，怎么还没有梳妆呢？等下苏培生可就要来宣旨回宫了。浣碧替我梳妆吧。
哎，娘子，此番回宫，有些东西你是一定要舍弃了，比如心，不是狠心，狠心亦是有心。娘娘要做的是狠而无心。锦溪，除了你，便再也没有人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为赞宫廷而衍庆，端赖柔嘉，钮祜禄甄嬛御制名门，温宫茂柱，养成皇太后慈玉，册为熹妃，钦此。谢皇上隆恩。恭喜娘娘！皇上的意思，3日后大吉，到时会请册封使来引娘娘回宫。多谢公公。皇额娘，儿子想不日将甄氏迎回宫，就差选定个册封使了。着礼部选个得力的人便是。这估摸也该有3个月的身子了，是该迎回宫好生养着了。皇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慌慌张张，连个话都说不全。是谁回来了？谁呀？王爷，真的是你吗？王爷，是我回来了。额娘在吗？在。太妃，额娘，太妃，你看谁来了？额娘，孩儿给你请安了。你，额娘，云里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，额娘，我一回来就赶紧来看你了。云里，他们都说你葬身黄河。额娘的眼睛都要哭瞎了。额娘，您别难过，您看，孩儿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是，额娘这不是难过，是高兴，高兴啊！对了，你回来去见皇上和太后了吗？听说太后日益病重。我一回来就让阿庆往宫里递了消息。我是抓紧时间赶过来看额娘啊。云里呀，你这回来了，可皇儿他不在这儿了。额娘，你说什么？云里呀，皇儿他要回宫去了。云里，你要明白，皇儿他或许有难言苦衷。皇儿跟额娘一样，都以为你不在了。可即便是有种种传言，就算他有为难之处，皇儿可是他云里，人各有志，你千万不要记恨皇儿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皇儿的难处。额娘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环儿。
找他问个清楚。云里，云里。回宫的圣旨已下，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宫外的蓝天了。花儿，花儿，王爷，花儿，你是在等我吗？你看，娘娘大喜的日子，姑娘把衣裳哭湿了，多不好啊！去换一身喜庆的衣裳吧。王爷平安无事，我这就去给菩萨上香。圣旨已下，万事不能再回头。此事若是感情用事，怕日后后患无穷。娘娘，你果然要回宫去了。没想到有生之年，竟能见到王爷平安归来。王爷，一瞥四月，变化竟如此之快。你又成娘娘了，大概是许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，生疏了。你回来就好。我情愿死在滇藏，永远不要回来。花儿，我是想着你，我才能回来的呀。可我一回来，却要亲眼看见你被迎回宫去，回到皇兄身边。你若不回来，就会一直以为我等着你，盼着你。你若不回来，就不会知道我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。我本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。无情无义，无情无义。本宫愧对王爷，再说也无益。王爷请回吧。太妃，浣碧姑娘来了。太妃万福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让我来找王爷的。皇儿怎么说？一切可妥当。王爷，请勿担心。好，我会准时在那里等候。王爷，保重。额娘，儿子有事。去吧。太妃，王爷这样难过，你何不叫他知道实情？我何尝像他这般痛苦啊？
如果告知他实情，依云里的脾气，必将不顾一切想带着皇儿远走高飞。那皇帝也必将知道皇儿腹中的孩子非他所生。可如此，王爷怕要深怨娘子了。唉，非如此，大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。如今，我们也只有两害相权，取其轻罢了。你终于还敢来见我。看你平安归来，我也可以安心。只为这个？那王爷以为？你别多日，你竟不问我去了哪里？问与不问很重要吗？看你安然无恙站在我面前，我已经无所牵挂。我安然无恙，你才无所牵挂。想必他日人人传我生死，你必定是日夜牵挂，对吗？素闻王爷心有蹊跷，想来王爷真是多心了。与我早已两心相印，今日你乍然回宫，所以才要刻意冷淡我。云离，我们的缘分已尽。缘分？从前于男女情分上，你说你从不相信缘分一说。唯有软弱无力、自己不肯争取的人，才会以缘分作为托词。缘分深重，便是相见的借口；以无缘，便是了却情谊的假词。我已说过，真到了无路可去、无法可解的地步，我才会说缘分已尽。我现在只想告诉你，我只想了却我和你的情谊。想必有人已经告诉你，我已怀孕3个月。3个月，你应该知道这孩子不是你。不错，3个，便是我才走1个月，你便和皇兄在一起了。人人都传我死了，那不要紧。你自求保全也没有错，我只是痛惜。环儿，你是从宫里死了心走出来的，为何还要回到伤心地去苦苦经营？我真的是不忍，我情愿是温实初一生一世来照顾你，至少他对你是真心的。我想要的唯有你皇兄可以给我。我父亲的性命，我真是一族的活路，还有我要的荣华富贵。我在甘露寺数年，我受尽凌辱与白眼，我喂鱼肉的日子，我过怕了。我不相信，荣华富贵，荣华富贵何时能入得了你的眼？如果你真要拿这条说辞来压低自己，那就是把我对你的情谊一起都压低了。我云里真心爱护的女子，岂是这样的人？王爷当真是看错人了。我就是凡夫俗子，我想要活得好，我想要身边的人活得好，我不想再被人践踏。那时，我的船在黄河沉没，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。若非我自幼熟悉水性，现在恐怕早已沉尸河底。我好不容易游上岸，却被埋伏在周围的准噶尔细作制服，把我从陇南带往准噶尔。你还记得那一日，在山上被我救下的那名被蛇咬的男子吗？他就是准噶尔汗毛的长子摩哥。我这次去就是中了他的埋伏。他知道我的身份，待我还算不薄，
那一日，我趁他不备，抢了马赶出来。我怕你担心，日夜兼程赶回来，就是为了见你和额娘。现在还来得及，我们走吧。我可以不要这天皇贵胄的身份，我们去做一对布衣夫妻。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会待他像亲生孩子一样。来不及了，云里，人在世上，并非得有一个情字，深知一下，我若一走，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会被牵连。我们不可以自私到牺牲他们来成全我们，我做不到，你也做不到。我若可以跟你走，我何尝不愿抛下一切就跟你走？可是你我任性的走，却将父母族人的性命置于何地？受灭顶之灾的就是他们。天下之大，容不下一个云里，容不下一个甄嬛。我们没有选择了。花儿，你如果从一开始就对我说无情的话，我不会相信。可是今天这番话，你让我明白，你再也不会在我的身边了。你我一别4月，早已是沧海桑田。让我再抱抱你好不好？只小一刻就好。从今以后，我可以抱天下所有的人，我再也不能把你放在我怀里。云里，和你在一起就像做了一场梦，我多么希望这一场梦永远都不要醒。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都在这个梦里，是你给我的。于我，又何尝不是？好了，欢儿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当不负此生。去找一个真心对你好的女子，和她相扶相持，白首到老。你们会过得很好，我一辈子幸福。你说这样的话，是要来刺我的心吗？我所有的一切，就在那张合婚更帖里说尽了。只有你，再也不会有别人。皇上，果郡王回来了。接皇兄请安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坐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朕听说你葬身黄河，实在是伤心的不行。皇额娘卧病在床，也是日夜不安。你能回来，真是天佑我大清啊！
是皇兄的庇佑，臣弟才捡回了一条命。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朕有一件喜事，朕不知道找谁去办。皇兄吩咐。朕要迎熹妃回宫，就是从前的婉嫔。旁人听到这个事儿都急着反驳朕，你倒很镇定。皇上接心爱的人回宫，也是情理之中嘛。何况，臣弟也听说，熹妃已有身孕。你的消息倒很灵通啊！熹妃是废妃回宫，外头议论很多。朕打算找个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为册封使，迎熹妃回宫。可是几个年长的亲王都避嫌推辞，朕只能找你。是否臣弟为册封使，可添熹妃荣光？若非如此，朕也不会找你呀。臣弟心里有数了，只要是为皇兄，臣弟愿意前往。不愧是朕的好兄弟。那么明日，你就用半幅皇后的仪仗迎甄氏回宫。臣弟遵旨。臣妾听说皇上要用半幅皇后仪仗接甄氏回宫。他已经是钮祜禄氏了，皇上为了掩人口舌，给他抬了镶黄旗，赐钮祜禄大姓，还称作是四阿哥的生母，一直在甘露寺为国祈福，凭空多了个儿子，还入了上三旗。哼，如今他的永寿宫也是无尽奢华，令人瞠目啊。可四阿哥都那么大了，他们怎么做母子啊？皇上连儿子都可以充作他的，更何况添个10来岁。再无办法阻止他回宫了吗，娘娘？回宫有什么不好？虽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，但后宫踏踏实实在本宫掌握之中。他要回来就回来吧。娘娘慧心，臣妾自叹不如。只是安嫔，你一向了解甄嬛的个性，一定要好好把握。臣妾遵旨。齐嫔，你要盯着你阿玛在朝中咬住甄嬛回宫的事不放，要泼尽脏水，让甄嬛声名狼藉。皇后请皇上大修永寿宫，外头都以为是皇上偏宠甄嬛，已经流言如沸了。你尽心做好这件事。这些日子伺候皇上的事，就由安嫔来做。是。这封官下配于我，何尝不是万重枷锁，锁尽我一生的欢喜？习惯了，就不觉得难受。出去。王爷，国君王恭迎熹妃，请熹妃移驾。銮轿已在寺外等候。国君王请起。王爷身沾落花，落花残败，本不是王爷该沾染上身的。落花亦有仁义，抚恤她做什么？浣碧姑娘，好像娘娘的如意佩我们忘记拿了，不妨你陪我去找找。
环儿公主亡，儿孙满堂，福寿绵长。没有你，这福寿绵长给我不过是万事皆空而已。臣恭迎熹妃回宫。你是皇恩浩荡。奴才苏培盛，给熹妃娘娘请安。恭送熹妃娘娘回宫。娘娘，请吧。苏公公，且等一等，本宫还有一些琐事。敬白师太。是。娘娘。本宫在此清修数年，多谢师太的照顾。朱家人本该慈悲为怀，娘娘不必多谢了。师太昔日的照顾，本宫没齿难忘，必当报答。静安师太在。本宫向来恩怨分明，师太昔日的照拂，本宫感激在心。锦溪，拿2本本宫手抄的《太平经》，送与静安师太。是。本宫知道你向来不爱金银，这2本经书略表本宫一点心意吧。谢娘娘恩赐，只是贫尼尚有一心愿。望娘娘成全。师太要说的，本宫全然明白。本宫便饶他一条贱命，希望他能痛改前非，一心向佛。多谢娘娘恩德。谢娘娘慈悲，我佛必定护佑娘娘。莫言何在？贫尼在此，娘娘有何吩咐？静安师太虽为住持，但心肠过于慈软。从今日起，便由你接替静白监寺一职，好好揪一揪甘露寺的风气。是。静白。是娘娘。本宫这般安排可好？娘娘圣明，贫尼无才无能，早该让贤。今日起，由莫言师太执掌监寺一职，你等悉听管教，不得有违。谨遵娘娘教诲。静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当年他诬赖本宫偷盗，今日就赏他20板子，略作惩戒吧。飞回宫。
皇上、皇后圣体康健，福泽万年。一路可好吗？都好。皇上一告诉本宫你要回来，本宫开心的不得了啊！多谢皇后娘娘关怀备至。我郡王既为册封使，便代朕将册封熹妃之旨晓谕六宫，此刻祝妃结赞，劳17弟宣读吧。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唯赞宫廷而衍庆，端赖柔嘉，钮祜禄甄嬛，御制名门，温公茂柱，养成皇太后慈玉，册为熹妃。钦此。熹妃至此，臣弟也算功德圆满。这一路奔波劳苦，朕该好好谢谢你才是。皇上若高兴的话，将珍藏的几幅古画赏给臣弟就是了，免得臣弟日思夜想。好，随你挑就是。当年为其国运昌隆，熹妃诞下4阿哥后，不顾一己之身，自请出宫祈福。朕感其心意，特册为熹妃，迎回宫中。听说熹妃就是以前的婉嫔，是不是又怎样？皇上说她是谁，她就是谁。妹妹只当此生再不能见姐姐了，不想还有今日。多年不见妹妹，妹妹一切如旧。熹妃今日气色不是上佳，兴许是舟车劳顿，有孕在身的人不宜在风口中久站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惠嫔欢喜得很呢，皇上为了迎接妹妹，特地找人重修了永寿宫呢。皇上为了姐姐的永寿宫费尽心思，又在库里寻了多少今年的珍宝出来，也不让咱们看新鲜，只等姐姐回来开工呢。不如姐姐带我们开开眼吧。哎，日后总有去的时候，何必急于一时呢？先让熹妃安顿下来再说不迟。朕陪你回永寿宫。
特让小允子回来侍奉着。论起对熹妃的贴心，莫若惠嫔。朕先去皇额娘那儿请安，晚上再来看你。臣妾恭送皇上。起驾！奴才给熹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这惠嫔一向可好？都挺好，都挺好。只是皇上已许久不去碎玉轩了，惠嫔和奴才们都天天盼着娘娘您回宫呢。过去剩下的老人不多了，这回内务府又指派了绯闻、小翠等一干新人来伺候娘娘。本宫回宫，宫中可有异动？那些人说些个什么，娘娘大可不必往心里去。倒是，听说为了大修永寿宫，外头大臣们吵个没完，连恒亲王也极力反对，一个个上书皇上，说本宫是废妃之身回宫，已是闻所未闻，又如此张扬奢靡，是祸乱后宫的妖孽祸水，是不是？却也没有这般难听。娘娘是4阿哥生母，为国祈福，谁敢乱提废妃的事？朝臣们呢，总是满口酸话。不要紧的，娘娘不必听这些，要紧的是景仁宫。永寿宫即便大修，也不至于奢靡至此。你没听方才说，皇后着意添了许多吗？我正想着她如何这般好心，原来是一边哄着皇上高兴，驳了贤良的名儿，一边只叫外头的人以为我狐媚惑主，才引得皇上这般，更落实了我祸水之名。事已至此，还是思量以后要紧。锦汐，你去请温师出来。娘娘，请放心，此屋里并没有麝香一类的伤胎之药，倒是梨香清甜，是上好的安神之物。本宫也是小心为上。娘娘小心是应当的，只是微臣多嘴一句，在用此香的时候，房中断断不可放有依兰花。依兰本是无毒之物，更有安神之效，莫不成两者相克吗？倒不是相克，只是两物相遇，会使身热情动。宫中不许妃嫔善用媚药迷惑皇上，何人敢用此物？何况依兰花更是少见了。娘娘，4阿哥求见。你先回去吧。微臣告退。请4阿哥进来。这。儿子给额娘请安。快起来，给额娘瞧瞧。长这么大了，也长高了。儿子也有好些时间没见额娘了，心里很想念额娘。惠嫔娘娘告诉我，只要有额娘在，我就不再是没有额娘的野孩子。有弘历，额娘也不是孤身一人了。儿子知道，宫里面只有额娘最疼我。弘历，你虽然知道额娘疼你，但有几句话，额娘还是要告诉你。宫里有你许多额娘，有皇额娘，还有皇阿玛。可是你要记住，无论你的生母是谁，你有多想她，人前人后，我都是你的生母。你不能自怨自艾，因为你是爱新觉罗氏和钮祜禄氏的儿子。额娘的荣辱和你的荣辱是一体的。是，儿子明白。额娘回宫，宫里的流言不少，你听到了就当没听到。你只要记住，你是皇上的儿子，尊贵的皇子，和其他阿哥都是一样的。是，儿子都记住了。好。
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公主娘娘凤体康健，千岁金安。起来坐吧。谢娘娘。简秋看茶。是。今儿个也不是初一15的大日子，熹妃这样早就来了。本该昨日一回宫就来的，因而今日特来向娘娘请罪。你有孕在身，又刚从甘露寺回来，是应该好好的歇息一下。反正日后都要见的，请安也不急在一时。皇后关怀，臣妾也不敢太放肆。臣妾在外，不敢忘了皇后恩德，因此日日祝祷，奉了佛珠在佛前开光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奉送给娘娘，保佑娘娘岁岁安康。熹妃有心，其实东西还是其次，最要紧的是妹妹一番聪慧，知道终有一日还能与本宫相见。请皇后娘娘簪花。熹妃从前服侍本宫簪花的规矩，倒一点都没错。服侍娘娘是应当的，臣妾不敢忘了规矩。一晃数年，瞧着熹妃的样子不改分毫，倒似更见风韵了。当真连岁月匆匆都格外疼惜熹妃，全不似本宫任老珠黄了。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如这牡丹雍容华贵，不知娘娘为何出此伤感之语？哼，牡丹又如何？凭它什么花都会有开有谢，只是早晚而已。娘娘，各宫妃嫔来请安，已在外头等候了。熹妃，一同去吧。如今熹妃回来了，静妃你也要多带着胧月公主去熹妃宫里走走。到底熹妃是胧月的生母，等熹妃生产之后，胧月公主也该送回永寿宫去。你这个养娘在亲，到底也比不上人家亲娘。臣妾遵旨。先坐下吧。对了，宁贵人呢？为什么今日没来呢？回娘娘，宁贵人一早起说不舒服，事儿不能向皇后请安了。既然她不舒服，就叫太医好好照看着吧。熹妃啊，你有孕，身子要好好养着才是，要多歇息，少走动。能免的礼数就免了吧。谢娘娘。熹妃有了四阿哥和公主，这样的福气哪里是人人都能学来的？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你们都散了吧。臣妾告退。娘娘若是喜欢这合欢花，不妨多摘一些回去，纳入香囊里。留得住一时，也留不住一世。即便做成香囊，到底还是要枯萎的。不如随他去吧。熹妃金安。这位妹妹，本宫从未见过。嫔妾是贵人叶氏，因这2日抱病，未曾与娘娘相见。那你如何知晓本宫是熹妃？娘娘这样大的阵仗进宫，有谁不知道？听闻妹妹今日身子不适，怎么不在宫里好好歇息？等下日头毒了，越发要难受了。谢娘娘关怀。贵人为何摘了那么多花瓣呢？太医说嫔妾病着，需拿合欢花入药，所以就来收了些。做不过这落花白白入泥，也是可惜了。妹妹怜香惜玉之情，本宫自愧不如。嫔妾身子不爽，不能陪娘娘说话了，先告辞。
怎么这样无理？不过是仗着皇上喜欢她罢了，怪不得别人都说她孤僻桀骜。娘娘，奴婢让小厨房进了一碗安胎定神的桑寄生杜仲贝母汤，您尝尝。这汤不错，同样是安胎定神，可比那些苦得到位的安胎药强多了。小主，惠嫔娘娘来了，快请她进来。哎，我在门口可都听见了。如今有了身孕，口味愈发刁钻了。我正想着你，你就来了。嗯，快去拿梅姐姐爱吃的枣泥山药糕来。哎，茶药碧螺春。快去。你惦记着我爱吃枣泥山药糕，我可是记着你有了身孕不爱吃太腻的，特地做了口味清甜的藕粉桂花糖糕来，快尝尝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姐姐做的藕粉桂花糖糕最好吃。我在外面也时常想着。你若是喜欢，我便天天做了给你送来。欢儿，真是想不到咱们还能有再见面一起说话的日子。我既然回来了，你该高兴才是。你回来，我当然是高兴的，只是少不得又要过从前一样不安生的日子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对你是好还是不好。或许我不该告诉你伯父的事。你若不告诉我，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病死在宁古塔吗？我明白。咱们这些人哪有为自己活着的？父母兄弟、亲族门楣，无一不是牵挂拖累。不管为了什么，咱们姐妹能在一起就好了。幸好父亲已经被接回京城医治，我也可以稍稍安心一点。皇后的头风只怕要发作得更厉害了。不过，她也不是傻子。一句微月宴冲月就困住了你，你自己可要当心呢。我知道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青天监里总得要有自己人才好。青天监的副使季维生，办事倒勤勤勉勉，我看是个可用的人才。那个正使居其位无其言，也早该歇歇了。那倒也不难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呢？小主，内务府总管梁多瑞送了实心料子来，叫他进来吧。好。公公，请。给熹妃娘娘、惠嫔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说，新供来的蜀锦和酥缎，请熹妃娘娘您先挑。小允子过来。那匹浅碧色的锦缎给宁贵人送去。本宫看她大约喜欢绿色，那颜色也衬得起她。奴才告退。你见过宁贵人了？见过了，当真是与众不同。小主忘了她先前的样子了吗？送给她这么好的料子做什么？我只是想着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，这颜色适合她，我才让小允子给送过去。你和她刚见过一面，怎么就弄得跟冤家似的呢？奴婢就是看不惯她桀骜不驯的样子，把自己当什么人呢？怎么那么多话？不过一匹料子而已。小允子，你去告诉宁贵人，大热天的不必来谢恩了。这，我可告诉你一句，不必对她太好。太后就头一个不待见她了。她的性子又孤傲，和宫里没有和她处得来的。论起来，总是皇上喜欢的人，有些场面不得不过。额娘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龙月，额娘带你去给新娘娘请安。就是那件穿着特漂亮的那个吗？
胧月真聪明，就是她。她也是胧月的额娘吗？为什么胧月以前都没有见过她？胧月，以前新娘娘不在宫里啊。胧月，以后你要多去新娘娘那里玩。新娘娘可喜欢胧月了。新娘娘生得漂亮，胧月也喜欢，可是我还是最喜欢额娘。姐姐的绣工是越发好了。我的孩子要赖着姐姐做姨娘，你还不多做几件肚兜？这些年给胧月做的还少吗？差不多都是我和静妃亲自动手。你说你要是生上一辈子的孩子，那我岂不是要给你做一辈子的衣裳了？你这算盘也打得真好。娘娘，静妃带着胧月公主来了，快请进来。哎呀呀，这里真是凉爽啊！皇上让人用3个月修的永寿宫，果然甚好。胧月，快点儿，叫给新娘娘请安。昨日人多不好言谢，今日见到姐姐，很感谢姐姐多年来对胧月的悉心照顾，视如己出。妹妹，你我同在妃位，岂能行如此大礼？快快起来！这些年要没胧月在我身边，欢欢笑笑的，我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。以前看见曹贵人和齐妃都有孩子，后来连端妃都有温宜公主在膝前了，我真是羡慕得很呢。额娘擦擦，胧月乖乖听话。傻孩子，什么额不额娘的，这个熹妃娘娘才是你的亲额娘呢。快点儿让额娘抱抱。好孩子，快点叫你额娘亲一亲呐。额娘抱抱好不好？额娘抱抱。额娘不要我了。胧月乖，额娘怎么会不要胧月呢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哦。月儿乖，来到惠娘娘这儿来好不好？来，月儿乖，惠娘娘跟你说，静妃不是不要你了，而是多一个人来疼胧月呢。你说好不好？你瞧，新娘娘她多疼爱你，是不是？额娘也疼胧月。胧月，来亲一亲额娘好不好？你不是我额娘。妹妹，月儿还小，你刚刚回宫，她可能还不认识你呢。娘娘，太后午睡快醒了呢。知道了，叫撵备下了吗？奴婢已经领着轿撵在永寿宫外候着了。你昨儿才回宫，不如同我一起去向太后请安吧。好。是啊，你们姐妹俩一起去，互相也有个照应。那本宫就先回去了。娘，你别走。月儿乖，月儿从今儿以后就要住在永寿宫了，要好好的陪陪你亲额娘，可好？我不，新娘娘一回来，额娘就不要我了。为什么要叫新娘娘回来？胧月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妹妹，我从来没有教过胧月这么讲话，都是以前皇上从来不让我在他面前提起你，所以我本是废之事。皇上不告诉公主，是应该的。是胧月不懂事，妹妹也不要太伤心了。皇上虽然有意隐瞒，但皇上心里还是疼妹妹的。胧月，你看看你把你亲额娘都惹生气了，快点儿，向你亲额娘认错，快！
娘娘不要生气了，月儿已经向新娘娘认错了，新娘娘可不要生气了吧？原是我不好，这样突然就让他叫我，是我。自他出生3日后，我们便再没有见过面。在孩子心里，已经把姐姐当做他亲额娘了。为了荣月这举额娘，我不知道要如何感激姐姐才好。妹妹怎说？太显然。不哭。我现下怀有身孕，实在没工夫照顾龙月，所以在我生产之前，还得把龙月托付给姐姐照料。不知姐姐肯不肯费这个心？妹妹既然这么信任我，我岂有不肯的道理？别说照顾龙月几个月，就是一辈子，我也愿意呀。妹妹还是安心养胎吧。皇儿说的是呢，现下正怀着身孕，太医又说胎相不稳，不能碰着，也不能磕着。龙月还这么小，万一磕着碰着了，可怎么好呢？是啊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先带龙月回咸福宫了。时辰也不早了，你们2个人还是赶快给皇太后去请安吧。我们先走了。走。太后怎么先喝上药了？应该臣妾来喂您才是啊。你来的正好，除了你孙姑姑，也就你伺候的最叫哀家舒坦。臣妾拜见太后，愿太后凤体康健，福泽万年。回来了。永寿宫住的还习惯？永寿宫太过奢华，臣妾很是不安。虽然奢华，皇帝要宠着你也不算什么。这药喝得哀家舌头发苦，去倒掉也罢。臣妾就说太后越活越年轻，太后还不信，非说臣妾哄您。如今这怕苦不肯吃药，又闹小孩子的脾气，可不是越活越年轻了。一向哀家瞧着你是多稳重的一个人，如今也学会油嘴滑舌了。药喝得太苦，欧太后笑一笑罢了。来。有身子的人还叫跪着，你来服侍哀家漱口。是。服侍人的功夫见长，难怪去了甘露寺那么久，还叫皇帝念念不忘。倒真学会了狐媚惑主那一套。太后言重了，臣妾实在惶恐。惶恐？怎么熹妃怀有龙胎，君恩厚重，也会觉得惶恐？臣妾乃戴罪之身，皇上顾念旧情，来甘露寺探望。臣妾感激涕零，不想一朝有孕。皇上思虑皇儿是皇室血脉，不忍其流落在外，所以格外怜悯臣妾。如此说来，甘露寺一事只是你与皇上偶遇，并非故意设计又重博圣宠吗？臣妾不敢欺瞒太后，皇上与臣妾并非偶遇。因为当时臣妾未出月儿离宫，
身子一直不好，所以前居凌云峰常住。皇上来甘露寺时不见臣妾，以为臣妾还病着，故而到了凌云峰探望。果真如此，倒是哀家错怪你了。是臣妾未及时向太后禀明情由，臣妾有罪。当日你执意离宫修行，连刚生的女儿都可以撇下，如今怎么又肯跟皇帝重修旧好，还有了孩子？太后，哀家跟他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皇上是一国之君，不是臣妾一人之君。朝堂之事，臣妾虽为父亲伤心，却也只会恨诬陷之人，不敢怨恨皇上。臣妾当日执意离宫，是以为皇上对臣妾毫无情分，因而万念俱灰。可皇上来看臣妾，臣妾就知道皇上并非无情。今日侥幸回宫，臣妾只想安心侍奉皇上，弥补过错。你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一向总说你体贴，你怎么看着熹妃这样跪着，也不提醒哀家叫她起来？哀家是病糊涂了，你也病糊涂了吗？太后，熹妃跪着，就是她肚子里太后的孙儿跪着，一家子都向太后请安行礼，难道臣妾还要去拦吗？数你嘴甜。赐座吧。不要怪哀家苛责。皇帝是哀家亲生的，哀家也怕再招进一个狐媚的。如今你已在妃位，这样穿着太简朴了些。臣妾修行已久，不喜太过奢华。你能这样懂事，也不枉哀家这些年疼你。臣妾在甘露寺时，幸亏有太后百般照拂，臣妾没齿难忘。既已回宫，以后就当没有甘露寺这回事。这话哀家会吩咐旁人，你自己也要记得。有甘露寺这3个字在，你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有4个月了吧？是。皇帝年纪渐长，但是身边的人却不如以往清静。现在你既然回来了，凡事都要规劝着皇上，想必他也能听进去几句。臣妾谨遵太后教诲，必不忘妾妃之德。你聪明机慧，哀家的话自然一点就透。既然说到妾妃之德，你一定要尊重皇后。皇后待臣妾很好，臣妾感激不已。那就好。你与熹妃情同姐妹，如今熹妃已经有了第2个孩子，你还不加紧些吗？哀家一向看重你，可你却不肯把心思放在皇帝身上。皇帝身边连个规劝的人都没有，哀家怎么能放心呢？是，臣妾知道了。光知道没用，要做到才行。你们2个如果能在皇帝身边好好辅佐，哀家也就安心了。龙月这孩子竟这样疏远我，真是伤心。你不必怪静妃，也不用怪龙月，怪只怪皇上不让龙月知道有你这个生母。2年前有个宫女说漏了嘴，说龙月的生母在甘露寺，皇上一怒，竟叫打死了。龙月竟这样舍不得静妃，可见这些年，静妃真是待龙月好。方才见他们母女情分这样深，
即便我强要了龙月回来，龙月于我也只会更生分，怕也伤了我与静妃多年的情分。你明白就好，孩子还小嘛，你对他好，他自然也会对你好。更何况他总是你亲生的。落轿！快，落轿！奴才有罪！奴才有罪！皇儿，还好吧？一群糊涂的东西！娘娘坐在轿子上面，做事也这么不当心吗？当心我告诉内务府，砍了你们的狗头！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呀！好好的怎么会摔了一跤？都不会走路吗？这石子路本来是很好的，今天不知道怎么冒出几块鹅卵石，这奴才才滑了脚啊！娘娘，你打量着蒙我是吗？这是回永寿宫最近的路吗？为什么偏走这条路？奴才们怎么敢蒙姑娘啊？这虽然不是最近的路，这可是夏天最凉爽的路啊！幸好娘娘没事，要是有点什么闪失，那奴才们就算有100个头也不够砍呢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再往前走就是齐嫔的储秀宫了。一般来说，若无特别的吩咐，都是怎么来的就按原路回去。今儿天热，他们走了这条路也是必然之理。看来是有人存心了。哼，我才回宫第2天，便已经有人等不及了。娘娘回来了，方才皇上来过了，听说娘娘去了太后那边请安，说晚上再过来。知道了。方才受了惊吓，还是叫温太医来瞧一瞧吧，也好安心。我没事儿。这是出了什么事了？2位娘娘脸色都这么不好。有人耐不住性子了，在回宫的路上插了鹅卵石，害得轿夫滑脚，差点摔了皇儿。哎呀，那个轿辇那么高，要是真的摔下来了，孩子一定会保不住的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宫中的铺路的石子可是一个一个精心挑过的，不可能掺进去鹅卵石啊！一定是有人存心。哼，说到是哪位做下的事，可不是景仁宫那位首当其冲吗？除了他心思最重，还能有谁？若说为了皇嗣，他自然最有这心思，可旁人也未必没有。有了第1次，便会有第2次、第3次。只要娘娘的身孕还在，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是咱们再三防范就可以防范得了的。娘娘，既然晚上皇上要过来，您务必要把此事告诉皇上才好啊。小允子在。你方才捡的鹅卵石呢？在这儿。你去花房找个靠得住的人，叫他仔细看看这鹅卵石上的青苔有什么古怪。这，我看着不像是寻常的青苔。这，不管是谁，既做得出来，就别怪我容不下他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福金安。皇上，今日我们娘娘身子不爽，正在寝殿睡着。叫太医瞧了没有？怎么不早些来告诉朕？怎么不舒服？脸色这样难看。皇上，皇上，就这样抱着臣妾好不好？浣碧，奴婢在。你是熹妃的陪嫁，你来说。你只管说，没人敢责备你。皇上，午后小主和惠嫔从太后处回来，差点就从轿辇上掉了下来，因此小主受了惊吓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从轿辇上摔下来呢？是抬轿子的太监们不小心踩了鹅卵石滑倒了。在哪里滑倒？在储秀宫附近的6棱石子路那里。6棱石子最是防滑，怎么会有鹅卵石？这事不是责罚抬轿辇的奴才就能了事的。你是怀疑有人要害你是吗？怎么会呢？臣妾不敢这么想。
臣妾只是觉得自己命数不好，虽然承蒙皇上垂爱，能够再度侍奉在侧，可只怕臣妾终究没有这个福气能保住这个孩子。胡说！咱们的孩子是最有福气的孩子，怎么会保不住？今日的事，不是抬轿辇的奴才当差不小心，怕是有人看不过朕宠爱你，才故意为之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去把今日给熹妃抬轿辇的奴才痛打30大板，打完再好好审审。感动朕的人，朕绝不轻饶。这，苏公公，等一等。臣妾请求皇上，不要张扬此事。此事显然是有人要故意为难你，若朕不罚，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，该如何？即便真有人要为难臣妾，也请皇上和臣妾一样，相信是无心之事。臣妾不愿再为一己之身，再使后宫不宁，使皇上烦心。有过不罚，此事又事关龙翼，朕心里总是不太舒坦。皇上就当为臣妾和腹中的孩子积福吧，也当给那个人一次回头的机会。若再有下次，一并罚过。还有，那些抬轿辇的太监也是无心的，也请皇上饶恕他们，好不好？嬛嬛，你总是愿意体谅。皇上今儿虽没翻牌子，但现在都没从永寿宫出来。娘娘先睡吧。熹妃有身孕，不能侍寝。就算不能侍寝，皇上都要陪着她。脉象虚浮，虚火旺盛，娘娘这几日肯定是饮食不调，睡不安稳。若不是微臣来，你还不打算让彩月去叫微臣吗？环儿刚一回宫就差点出事，我心里担心，可是又没有头绪，所以才吃不下也睡不好。我的身子没事，你看着开个方子也就是了。就算娘娘不当自己是千金贵体，那微臣也放心不下呀。娘娘所来畏寒，若再因为饮食不调而伤了脾胃，岂不是亏了身子吗？幸好也只是我多思烦乱，不思饮食。怎么说？若是环儿，你必定担心了。都是血肉之躯，熹妃娘娘身子不适，微臣自然担心。难道你身子不适，微臣就不担心了吗？娘娘的身子要紧，微臣还是回太医院给娘娘开方子吧。微臣告辞。小主请安累了，您先宽坐片刻，奴婢去倒茶。已经问到了。是什么？花匠说，那鹅卵石上的青苔是蜀地特有的，叫做牛毛藓，只有种着蜀中的矮子松石才有。而宫中喜欢种这种矮子松当盆景的，只有在储秀宫和齐嫔住在一起的新贵人。新贵人也可怜，伺候了皇上这么多年，却还只是个贵人。那个齐嫔恨不得乌眼鸡似的生吞了咱们，说不定新贵人也是帮凶呢。小主，你昨晚怎么不趁热打铁求皇上做主啊？我到底没伤着，皇上去查出个人来也不会重罚，倒不如先按下不提，到时候一并发作才好。启禀娘娘，储秀宫的齐嫔和新贵人到。本宫在正殿见他们。传。是。齐
七品瓜尔佳氏携新贵人拜见熹妃娘娘。熹妃娘娘金安。赐座。多年不见，齐妹妹可滋润不少啊。熹妃娘娘风采如旧，一点也瞧不出薄嗣待过的样子。是吗？当初与你同住碎玉轩时是何等和睦，想来也有3年了。当初你阿玛与本宫父亲交好，却不曾想会在暗中诬告。可见人心之变，比风采容貌的变化要快多了。熹妃娘娘这张嘴，向来是宫里数1数2的好，最能颠倒是非黑白。连娘娘想回宫，皇上都可以把汉军旗改为满军旗，还有什么是不能的？但总比不过人心从白变成黑这样可怕。嫔妾还以为齐嫔多敬重熹妃娘娘，把皇后亲赏的红玉珠都戴在身上盛装拜见，没想到这说话呀，还是这么的寒酸粘醋。多年不见新贵人了。熹妃娘娘金安。咱们是旧相识，不必这样客气。多谢娘娘记挂。果然是旧相识，一个就是主位娘娘，一个熬了那么多年还只是个贵人。好好的来给本宫请安。齐嫔，你是主位，怎么倒和自己宫里的人拌起嘴来了？岂不伤了体面？娘娘真是明理之人，只可惜这永寿宫只赐给娘娘一人独住。若是谁能做了娘娘宫里的人，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本宫当是什么呢？原来是新贵人呆腻了储秀宫，想做熹妃宫里的人。那有什么难的？本宫就替你回了皇上的话就是了，省得你眼馋心热，做出这许多腔调来。齐嫔这话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。你去回皇上，你可知道这永寿宫是皇上亲口下旨赐给熹妃娘娘一人独住的？你有多大的本事，多大的面子，能让皇上收回旨意呀？啊？嫔妾身子有些不适，就不打扰熹妃娘娘休息了，先告退。娘娘，你瞧，他当着你的面儿都敢这么放肆不敬，可知道嫔妾背地里受了他多少折磨？一别数年，没想到新贵人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是啊，自从挪进了储秀宫，齐嫔明里暗里给嫔妾使了太多的绊子。嫔妾虽然早入宫，但碍于她是主位，少不了忍气吞声到现在。那贵人为何不请旨搬离储秀宫呢？齐嫔很受皇后的喜爱，有皇后拦着，嫔妾如何走得出储秀宫啊？偶尔向皇上提起，还被训斥说不安分。贵人既然来了，又说了这么些话，想必是深思熟虑的。有什么话，贵人不妨直说。娘娘快人快语，嫔妾是不想再寄人篱下了。贵人是想要本宫为你向皇上开口，离开储秀宫。与其寄人篱下看人眼色，不如当个一宫主位来的痛快。姐姐好志气。只是这些年本宫吃斋念佛久了，有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嫔妾在宫中无依无靠，娘家又远在千里之外。如今娘娘荣耀回宫，想必这风光背后也少不了辛酸。嫔妾愿与娘娘一同分担，略尽绵力。贵人的心思，本宫心领了。只是本宫但愿与世无争，有些事或许会力不从心。以娘娘今时今日的地位，怎么会力不从心？再说，娘娘已经回宫，再想与世无争，也不得不争。当然，嫔妾这次来的突兀，娘娘心存疑虑，思量些时候，那也是应该的。
贵人所说这些事，本宫自会思量。小引子，在，把本宫那盆矮子松拿过来。这。本宫听闻贵人喜欢矮子松，今日就特意叫人给备下了，连里面搁的鹅卵石都是精心挑过的。贵人看看，可还喜欢？是呢，你看这石头上的牛毛血，颜色极正。到底是娘娘宫里的东西，就是比别人的好。佩儿，快收着。是。贵人喜欢就好。可是论名贵，怎么能比得上齐嫔脖子上那串红玉珠呢？她那是巴结皇后巴结来的，皇后亲赏的。她为显恩宠，10日又8日都戴着。不过你东西真的是极好，独有一股异香。味道虽然很淡，但好闻得很啊！啊，那可当真是好东西啊！本宫就一直瞧着新贵人不安分，果然一离了储秀宫就拨弄是非，好像本宫委屈了她似的。娘娘是一宫之主，管教她是抬举她。新贵人既然如此不识抬举，那娘娘只管拿出主子的身份来压制她就是了。如今就敢这样猖狂，指不定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。自然，她以为仗着熹妃就得意了。熹妃要是没有肚子里那个东西，想爬进紫禁城，做梦去吧！方才新贵人说的话，小主觉得可信吗？5分信5分不信。我方才拿矮子松给他时，倒真是一点看不出来。若不是真无辜，便是宫里待久了会做戏了。方才和佩儿说了吗？说了，佩儿还惦记着娘娘呢，说抽空就过来给小主回话。等我问问他，再做定论。越想越生气，我就是瞧不上齐嫔那轻狂的样子。难道她忘了从前在小主面前百般讨好的嘴脸了吗？你以为她傻？他知道与我积怨已深，此刻在我面前俯首称臣，我未必能容得下他，皇后更容不下他。索性与我翻了脸，我反而立时3刻不能拿他怎么办了。反正齐嫔跟着皇后，是生不出孩子，挣不到出路的。小主何出此言？你看到他脖子上那串红玛瑙串了吗？任凭他有什么好东西，难道咱们永寿宫就没有吗？那是红麝香珠，看着像红玛瑙，这东西只怕在宫里也找不出几串来。我方才听新贵人说那东西有香味儿，我便更肯定了。那麝香珠是取雄麝的麝香做的，用久了损伤肌理，便再也生不出孩子了。那他怎么堂而皇之的把它挂在身上？也没有人告诉他缘由吗？一来这东西难得，寻常人分辨不出；二来，你没听新贵人说，那是皇后娘娘赏的。即便太医知道，也没有人敢告诉齐嫔吧。你去小厨房看看，给龙月做的菜做好了吗？也不知她爱不爱吃。龙月公主自幼离开小主，难免会生疏些，不过过久了就一定会好的。但愿如此。来，公主吃饭，乖啊，公主。龙月，来，让本宫来喂吧。来，龙月，吃饭饭。哎呦呦，来一口。哎呀呀。乖，多吃一点儿。果然，公主还是听娘娘的话，看进的多香啊！真乖。再吃娘娘一口。吉祥啊，起来吧。啊，娘娘正好在吃饭呀。今天小厨房做了几道菜，熹妃估摸着小公主喜欢吃，就叫奴婢带了过来。真是精致啊！快搁这儿，龙月正好要吃饭呢。哎，那奴婢就先告辞了。好。
来，我们多吃点菜菜好不好？啊，真乖。皇上待娘娘还是最有心思，特地把莲花移种到这些大缸里，省得娘娘怀着身孕还要走那么远去赏莲了。莲花有香气，这盛暑天里最容易招小虫子了。娘娘是不喜欢这些莲花呢，还是安排莲花的人呢？那年生辰，我见过圆明园满湖的莲花。后来人再怎么做，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。娘娘，佩儿来了，快请进来。这。给娘娘请安。快起来。来，谢娘娘。本宫瞧你跟着新贵人，人都瘦了一圈。新贵人待你不好吗？是奴婢无福，不能回来伺候娘娘。昨日听新贵人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，奴婢欣喜坏了，就忙跟着过来了。听说菊青没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娘娘出宫没多久，安嫔就说菊青得了肠痨暴毙，连夜就把尸身拖出去给烧了。其实奴婢偷偷去看过，菊青的口鼻里全是黑血，分明是被毒死的。菊青虽是服侍安嫔的人，可到底是从本宫这儿出去的，可怜人就这么没了。若是新贵人待你不好，本宫自然会为你做主。谢娘娘。自娘娘走后，奴婢便被分到了新贵人那里，后来又跟着新贵人搬去了储秀宫。可是储秀宫的主位是齐嫔，她恨奴婢服侍过娘娘，动不动就对奴婢打骂不休。哎呦，去取药酒来。哎，这。本宫当年一走，虽然也为你们安排了，可到底也是力所不能及，终究还是连累了你们。能服侍娘娘一场，已经是奴婢的福气了。在其他小主眼里，我们这些人就是命不值钱的奴才。奴婢身份低微，怎能让娘娘为奴婢做这些事情？来，忍着点儿啊。可你到底是新贵人的人，她也不为你说句话吗？新贵人见齐嫔打骂奴婢，觉得自己脸面过不去，也会分辨几句。可是下次，齐嫔就下手更重。主位是可以自行责罚自己宫中的任何宫人的，就算培儿是新贵人的人，也不能维护啊。这新贵人与齐嫔，当真不睦已久了吗？当真。你的心意，本宫都知道。其实你在新贵人那儿过得不好，本宫倒是可以想法子把你要出来。只是齐嫔与本宫的恩怨，你是知道的。你可愿意为了本宫，留意他们俩的动静，暂时留在储秀宫里吗？奴婢愿意。皇上，净室房的人来了。朕有些日子没见新贵人了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起来吧。什么声音？老声音了。齐嫔又梦魇了。皇上，齐嫔梦魇了，请您过去瞧瞧。别过来，皇上！
那朕过去瞅瞅。那皇上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朕今儿翻的是你的牌子，自然会回来。皇上，臣妾方才梦魇醒了，心慌得厉害，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？你瞧你，老是梦魇，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。臣妾找太医看了，太医说宫里阴气重，所以臣妾梦魇不宁。阴气重，那宫里就只剩朕阳气重啦。可不是，皇上是真龙天子，您的阳气最盛，什么东西都压得住。皇上，您听听臣妾心慌不慌？小主怎么不拦着呀？皇上这一走，肯定不回来。小半年，皇上才来咱们这儿一回，回回都赶上齐嫔发梦魇。就知道拦不住，以前又不是没拦过，不都还是去了吗？真的是，新贵人位分低，一直不太得宠。启嫔争宠争不过旁人，却敢抢新贵人的恩宠。每每皇帝苏在新贵人那里时，启嫔便想尽法子把皇上请走。那皇后和静妃也不管管吗？静妃娘娘空有个协理六宫的名义，内里是什么也说不上话。而皇后那儿左不过是2个争风吃醋的嫔妃闹着，不痛不痒申诉2句也就过了。蠢货！什么？儿子恭喜额娘，那个蠢货是替额娘在宫中立威铺路呢。小允子在。齐妃既然说梦魇，那本宫就赏一壶糙米薏仁汤给她。这，记得要拿5个海碗那么大的壶。齐嫔的梦魇要紧，也不必煮熟了，滚了就拿过去吧。这，想必皇上还在他那儿，你亲自送去，当着皇上的面，他不敢不喝。奴才明白。对，就让他好好的喝一壶，不准喝不完。这，奴才这就去办。你好像很讨厌齐嫔。宫里面就只有额娘最疼我了。那些仗势欺人的人，额娘不喜欢的人，儿子都讨厌。哼，自己小主没本事，还泼什么水呀？有本事把皇上招回去呀！现在心口还慌吗？皇上不来，臣妾总是心慌。那朕再听听。皇上，熹妃娘娘让奴才送东西给齐嫔。什么东西？进来说吧。娘娘听说齐嫔梦魇心慌，特意让奴才煮了一壶糙米薏仁汤来。太医说解梦魇是最好的。快喝了它，专治你的病。臣妾不喝。臣妾喝了，皇上就不来了。哎，朕来不来是一回事，熹妃为你好，你就喝了它。小主请吧。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？臣妾不喝。娘娘说良药苦口，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。您为了御体安康，喝了吧。拿开，拿开，不喝。你若是不喝这药，就说明你没病。以前都是诓朕来着。娘娘吩咐了，药要喝尽了才好呢。你和齐嫔置什么气呀？她就是这样的性子，虽然肤浅张狂，倒也不失可爱。皇上以为不过纵容齐嫔几次，
却不想后宫众人以后都会群起效仿。新贵人之流，日久难免心生怨恨，而齐嫔之流则恃宠而骄，如此一宫不宁，则后宫不宁，长久下去，岂非酿成大祸？嬛嬛此言很识大体，如你所说，朕是该对齐嫔略施薄惩，也要对新贵人加以安慰。此事一出，后宫再没有妃嫔敢恃宠而骄。太后知道了，很是欣慰，不住口的赞许。太后也知道了，后宫里还有谁不知道的？熹妃娘娘好大的气势，一下子就镇住了后宫不良之风。太后本来还对你心存疑虑，现下倒是100个放心了。你哪里晓得我的为难之处？若不是拿齐嫔做样子，难免太后总对我心存疑虑，怕我狐媚惑主。现在动手张扬了，更有人把我恨成眼中钉了。讨得太后欢心才是要紧。在太后眼里，我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。何况后宫不良之风哪里能压得住呢？不过是有所收敛罢了。倒霉了，连走路都走不顺，好好的踩一脚泥。小主别生气，平白气坏了身子。新贵人平时不声不响，一转眼倒学会去旁人面前告状了，当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。本宫被狗咬了，能不倒霉吗？小主暂且忍一忍吧，现下就连皇上也偏帮着新贵人给熹妃撑腰呢。熹妃算什么东西？仗着皇上还愿意多看2眼她那副妖媚样子，她就来作践我，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，在佛寺里待着还不安分，绞尽脑汁的勾引皇上，以为大个肚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吗？本宫总要让她知道厉害。你有多厉害，本宫不知道。哎呀，本宫只知道隔墙有耳。齐嫔，还是擅自珍重的好。有这毁子骂人的功夫，还不如多喝几碗糙米薏仁汤，好好治一治梦魇的毛病。是熹妃，是熹妃。嘘，小主别出声。额娘，额娘不生气。记着，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、不值得的事儿费时间、费心力。是。贵客来了，我有失远迎，真是失礼了。多年不见，端姐姐的气色见好了。谢谢，妹妹请。有了温宜呀，这漫长的日子就好打发多了，要不然这一年年的熬着，连个盼头也没有。姐姐真是好福气，我的龙月却不爱搭理我。静妃心疼龙月，更胜于我心疼温宜。到底呀，是打出生就养在身边的，龙月自然要与她亲近些。眼下静妃的心不安呐，将心比心，如果要是现在香嫔活过来找我要回温宜，我也是万般的不情愿呢。我明白。静妃啊，她是个明白人，可是再明白的人，她也禁不住一个情字，更何况是母女之情。你不在宫里的时候不知道，那一年呢，龙月病了，静妃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。要是那个时候，龙月留不住了，只怕静妃也要伤心死的。我这个做额娘的，的的确确是没有尽到半分做娘的心思，哪里还敢奢求龙月有多亲近我呢？我只盼着她能认我这个娘就好了。若说你没有尽娘的心思，连我听了我都觉得委屈。你说当年
你生下龙月才3天就离宫，那3天的殚精竭虑，哪一点不是为他一辈子做尽了打算？但是，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话，别急着接回龙月。就算你思女心切，那也得忍耐呀。你现在是以钮祜禄氏的身份入宫，婉嫔甄氏的女儿，你要少沾染，才会少些闲话呀。姐姐的话，我记着了。哎呀呀，好了好了，看你热的，额娘啊，带你去千里池好不好？好。熹妃妹妹，龙月，快给熹妃娘娘请安。熹妃娘娘好。额娘抱你去玩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啊，龙月可能正玩在兴头上，不愿让人抱的。就为了那一句让他和妹妹回去住的话，他整整哭闹了1日呢。不如就让他在咸福宫再住几日吧。姐姐说什么呢？姐姐的孩子自然是跟姐姐住在咸福宫里，我不过是想领他玩耍一会儿罢了。啊，我们要去千里池喂鱼，不如妹妹同去。宫里还有些事，姐姐陪龙月慢慢玩吧。龙月，快跟额娘说再见。娘娘别生气。本宫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多个人疼公主是好事，可静妃娘娘似乎忘记了谁才是公主的生母。方才静妃邀娘娘陪公主一同去喂鱼，娘娘若是去的话，不是正能和公主多亲近吗？静妃若是真心要我去的话，适才一见到我就会开口。且他们却是母女情深，本宫去了，又不知道会生出多少嫌隙来，好没意思。静妃也没错，荣月的生母是甄氏，我是钮祜禄氏，算哪门子的生母？姐姐，姐姐好。许久不见，妹妹当真是贵人了。姐姐才是真正的贵人。原以为姐姐要在外飘零孤苦一世，叫妹妹好生牵挂，不曾想峰回路转，竟有今日添丁添福的好时候。哪里真有十全十美的好时候呢？做人总有不足之处。即便妹妹今天身为嫔位，掌一公主位，想来也有意难平的时候吧。姐姐走后，玲珑替姐姐服侍皇上那么久，竟没有一子半女，当真是玲珑福薄。只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竟成了别人的孩子，姐姐感觉如何？龙月自幼不在我身边，不与我亲近也是情理中事。但我相信，做人有得亦有失。比起妹妹，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或许怀得更运气些。有得亦有失，玲珑只怕姐姐得不偿失呢。妹妹说的有道理，但比起有些人用尽心机却尽失人心，只怕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。姐姐说的极是。其实姐姐前几日在储秀宫差点滑落轿辇，妹妹也有所耳闻，幸好姐姐无恙。妹妹真是替姐姐捏一把汗呢。安妹妹所指储秀宫，新贵人伺候皇上久了，性子烈些也是有的。姐姐真以为是新贵人做的吗？姐姐仔细去想想，储秀宫中，谁与姐姐积怨已久啊？他阿玛归他阿玛，
他到底也不曾对我怎样。姐姐宅心仁厚，他一直想取代姐姐，姐姐如何就不明白呢？他是皇后跟前的红人，妹妹怎敢在背后说这种无凭无据的话呢？妹妹从前做过的错事太多，见别人的错事也多，有些事本想烂在肚子里，可是如今姐姐刚回宫就遭人暗算，叫妹妹如何敢再隐瞒？昔日之错已经铸成，玲珑只希望在今日能稍稍弥补。妹妹这话我就不知从何听起了。皇上眼中的妹妹是最温顺安静的，怎么，妹妹从前也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错事儿？姐姐这话便是不肯原谅玲珑了。宫中人心如何分辨，我实在不懂。可是玲珑，咱们到底也是这么多年的姐妹了。我这辈子的罪孽是数不清了，只希望姐姐能平平安安诞下龙胎。姐姐万事多加小心。好香啊！这是新贵人送我的香囊，姐姐喜欢这味道吗？你的心意我明白了，我自会小心。